爷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小小姐被人绑架了！你说什么？我女儿被人绑架了？何洁百毒的天行草，总算是被我找到了。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救命？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救我吧！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来的臭娘们？快把这小丫头片子交给我们，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去躲起来。知道为什么荒郊野岭会遇上我吗？那是因为你们的祖宗显灵了。看看，他好像在说他是我们祖宗。臭娘们，知道得罪我们什么下场吗？好问题，知道你们这群人贩子遇到我会有多惨？别废话，我上！遇到姑奶奶我，算是你们遇到职业瓶颈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听好了，我就是古希腊掌管道德的神。安安不用担心，那几个大坏蛋我已经报警全部抓起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不如就让我爹地以身相许吧。你这不是报恩，而是报仇吧？我救了你，你居然想让我嫁给已婚老男人？我爹地才不是什么已婚老男人，他年轻帅气，富可敌国，养我妈咪保证不亏啊。那你想让我当你妈咪，你亲生母亲怎么办？我从出生就没有妈咪，是爹地把我养大的。原来是个早年丧母的可怜孩子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老大，我发给你的消息你看了没有？京师首富傅叶白的女儿被人绑架了，他现在悬赏10个亿找人。这个单子难接吗10亿！医学实验室正好缺资金，接。傅叶白女儿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，你看看。10亿，这么快就到手了？爹地！爹地！你没事吧？他就是京市首富傅叶白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呢？你这个女贼好大的胆，竟敢绑架我女儿！女贼！女贼！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血口喷人啊！立刻把这个绑架小姐的人抓起来！不许你们伤害我妈咪！妈咪，安安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你们大人不是常说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吗？妈咪她救了我，爹地，你可要以身相许报答妈咪哦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他救了小小姐？
妈咪怎么样？我没有撒谎吧？弟弟不仅很帅，还超有钱哦。你确定是你救的我女儿？是我救的你女儿，没错。可我可没说过什么以身相许那些话，是安安自己说的。你不用解释。像我这么帅气多金的男人，想嫁给我的女人，从国内排到了国外，你心悦于我也是人之常情。说吧，除了以身相许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都能满足。不是，二货男还这么自恋？你在网上发布消息说，只要救了你女儿，就可以得到10亿奖金。你应该不会反悔吧？要钱，那就好。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叫事。肖特助，立马给他打10个亿。这是我的卡号。哦，对了，我叫苏墨染。爹爹，你不娶妈咪了吗？安安，不是任何女人都能做你妈咪的。我堂堂富士企业总裁，怎么会娶一个乡下土妞？更何况还是个拜金女。苏墨染，名字倒还挺好听。爹爹，她跟我梦里的妈咪长得一模一样。爹爹，她就是我妈咪啊！傅先生，这是您的孩子，孩子的母亲已经过世了，这是她的骨灰。安安，你妈咪已经不在了，她骨灰还在咱家放着呢。谁在咒我？苏小姐，10亿已经给您转过去了。谢谢老板，祝老板大富大贵，月入过万。回家。喂，喂，老大，你名下账户怎么突然多了10个亿？难道您救出了傅一白的女儿？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切自有天意。把这些钱投到医学实验室去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还差多少？这次的研发比较烧钱，可能还差5个亿左右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大小姐，我是苏家的司机，负您父亲之命来接您回城的。我父亲5年前把我赶到乡下，不闻不问，5年过去了，怎么突然想起我了？这个你回家就知道了。有些账是该算一算。怎么了，安安？是不喜欢这些饭菜吗？爹爹，大家都说我是没有妈咪的孩子，都不跟我玩。我一想到我自己这么可怜，都难过的吃不下饭。你就这么想让苏墨染当你妈咪？没错，她和我梦里的妈咪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就要她当我妈咪。如果我娶了她，你是不是能好好吃饭，好好读书，再也不乱跑出去找妈咪了？爹爹，我保证，只要你娶了妈咪，我就做一个乖乖女，再也不会跑丢啦。10分钟，我要苏墨染所有事情。你说带这么多人过来？我说怎么突然把我叫过来？这是谁要结婚？专门让我回来随份子？苏墨染，5年前你未婚先孕，丢尽我苏家脸面，我把你到乡下反思，你现在知道错了吗？那你婚内出轨，气死我妈，让小三上位，你知道错了吗？苏墨染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看来乡下5年还没让你吃够苦头是吗？冉冉，我这好不容易说服你爸，把你从乡下那种苦地方接回来，你就别惹他生气了啊！给你爸服个软，道个歉啊！小三姨，
我看你是蝙蝠身上插鸡毛，忘了自己是什么鸟了。5年前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会被送到乡下去？苏墨染，你在乡下这种地方待久了，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。枉费我妈还一心想着你，给你张罗婚事呢。给我张罗婚事？这些彩礼是给我的。哎呦，这是苏家大小姐苏墨染吧？长得可真漂亮啊！我是王媒婆，你继母让我找的这门婚事啊，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。这男方的条件呀，那叫一个好。什么条件？说说看。这男方啊，轻易不食人间饭，出门总有车相伴。那就是残疾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主要还是人老实，不和女孩说话，以后呀，保准对你一心一意。残疾还不爱说话，植物人啊！哎呀，也不全是，听说是要醒了，没准你这一进门啊，他就醒了。还真是直。这就是你们说的给我找的好婚事。苏墨染，像你这种生过孩子的残花败柳，有婆家愿意要你就不错了，而且人家还愿意出50万彩礼，那说明人家家底殷实。你嫁过去，只要好好孝顺公婆，那将来有的是好日子。哎，就是你嫁给这种家庭，总比你在乡下苦日子好啊，对吧？苏建军，50万就能让你卖女儿，你真是禽兽不如！苏墨染，你就知足吧，就你这倔脾气，正经男人谁敢娶你啊？千雪说的没错，你一无是处，品行恶劣，连千雪1/1000都比不上。好的男人是绝对不会娶你的，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嫁过去吧。谁说没人娶她？是他。你是什么人？到我苏家来做什么？我娶。苏墨染她已经有了婚事，她不能嫁给你。这男人长得这么帅，苏墨染哪能嫁这么好？你们听好了，我的名字叫傅叶。傅爷，查到了，苏墨染是京市织造业的苏家大小姐。5年前不知为何突然被赶去乡下，如今已经被苏家接了回去。苏家为了50万彩礼，打算将她嫁给一个植物人。什么？她要嫁给植物人？什么？妈咪要嫁人？爹爹，你快去救妈咪啊！傅叶白，我竟然见到了京市首富傅叶白。什么首富？该不会是苏墨染找人冒充的吧？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傅叶白。哎呦，首富大人，不，傅先生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苏墨染，他就是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乡巴佬，一无是处，他脾气还大呢，他配不上你。哎，我家千雪她优秀啊，让她嫁给您吧。我傅叶白从不需要别人来做主。他要做什么？他不会来真的吧？冉冉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他不愿意，他一个乡巴佬，凭什么嫁进豪门？就是，他要嫁的是植物人，不是京市首富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这聘礼都收了，这是要悔婚呢！苏墨染，快说你不愿意，你把她让给千雪。本身我是不愿意，可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里了，我愿意。现在我已经名花有主了，那植物人就让你们的宝贝女儿苏千雪去嫁吧。冉冉，我们回家。苏墨染，给我回来！苏墨染，苏墨染！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谢谢你陪我演这出戏，打脸极品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。如今戏演完了，戒指还给你。我想你可能弄错了，我今天不是来陪你演戏。不是演戏，难不成你真的要娶我？可咱俩不熟啊。是安安想让你做她母亲，
为了孩子，我勉为其难能接受娶你。毕竟在这个世上，像我这种又帅又多金的极品男人几乎绝种，只要是个女人都想嫁给我。我想你也不例外。其实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，你一个二婚男人，为什么这么迷之自信啊？你说什么？二婚男人？你嫌弃我？怎么啊？没被嫌弃过啊？就算全世界女人都想嫁给你，也不包括我。谢谢你今天帮了我，就此别过。这种感觉怎么那么熟悉？I will never sacrifice my love. You take it all to me. 帮帮我！喂，你属狗的吧？谁让你光天化日之下对我耍流氓？不把你踹成太监就不错了。我这是对你言而无信的惩罚之功。我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？你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答应我的求婚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这还不是言而无信？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要娶我？反正你现在也惩罚我了，从此我们两清，再见，最好再也不。给你10个亿，嫁给我，给安安当1年母亲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是想跟我逢场作戏1年？安安说她没有母亲，在幼儿园抬不起头，她只有1年就从幼儿园毕业了，所以我只需要你给她当1年的母亲。至于我对你实在没什么兴趣，只要你别缠我身子就行。谁缠你身子了？我对你这二婚男可不感兴趣。喂，你……不过看在安安的面子上，我同意跟你结婚。10亿什么时候打过来啊？我看你不是为了安安，是为了钱。领证，领完证立马打给你。两位新人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啊，靠近一点。好，看镜头，3、2、1，茄子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！为了我伟大的医学事业，牺牲一次结个婚，没什么嘛。那看清楚，我是头婚。安安还在家等你，直接跟我回家吧。那个。喂，立刻给苏墨染的账号打10个亿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，别让我们女儿等着急了。爹地说你就是我妈咪，可是我总感觉不像。我让爹地娶了我真正的妈咪，爹地让我跟你说，你能听到吗？你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冯阿姨，你又来找我爹地啦！我弟弟今天结婚，可能要晚点回来哦。什么？结婚？啊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你爹地又没有女朋友，他和谁结婚啊？当然是和我妈咪结婚啦。爹地，妈咪回来啦！妈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安安总觉得格外亲切。这叶白哥哥竟然真的带了个女人回来。叶白哥哥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安安说你要和她结婚了，这一定是误会吧？没什么误会，我的确结婚了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叫苏墨染。苏墨染？你说她叫苏墨染？那她怎么样了？我有警察报道，失了傅爷的那个女人叫苏墨染。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才给叶白哥哥下的药，竟然让这个贱人捡了便宜！你给我密切关注他，
王阿姨，你认识我妈咪吗？王阿姨，你认识我妈咪吗？不认识，只是名字听着耳熟。苏小姐，你和叶白哥哥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安安为什么叫你妈咪啊？我嫁给了叶白，就是安安的后妈，她当然叫我妈咪。后妈？冯小姐，这就是苏墨染的孩子。我们告诉她，这孩子出生就是个死胎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女孩。你要庆幸你是个女孩，否则就算你是叶白哥哥的孩子，我也绝对不会信任。苏墨染，我绝对不可能让我女儿死后悔。她就是安安的亲生母亲。那个女人不是已经被赶去乡下了吗？叶白哥哥，你给安安找后妈，这事有点太仓促了吧？伯父伯母知道吗？他们会同意吗？我的事情不需要别人同意。早就听说金氏首富傅叶白有个叫冯茵茵的亲戚，看来就是她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叶白哥哥，我改天再来找你。一定要尽快查清这个女人的来历。妈咪，你从乡下过来一定很累吧？你去坐着，安安给你倒茶喝。好，乖女儿。这是什么？别碰他！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？这是安安生母的骨灰盒。什么？骨灰？不对，这颜色不对，形状也不对，这不像骨灰。你说什么？这不是骨灰，这是面粉。不信你尝尝。这看起来的确不像什么骨灰，难道安安的生母还活着？来人，马上给我查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冯小姐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墨染，金氏制造业苏家，5年前被赶去乡下，是他，真的是他，他就是安安的亲生母亲。苏墨染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到叶白哥哥身边，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叶白哥哥。这药无色无味，却剧毒无比，只需一点点就能要命。安安的后妈就是那位苏小姐，她在哪？少夫人和小小姐刚刚还在，可能去院子里了。冯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家里新做了点点心送过来给苏小姐尝尝。我和叶白哥哥多年的青梅竹马，以后呢，我也会将她当亲姐姐看待。冯小姐，您人真善良，你先把点心放这儿吧，我一定向少夫人转达您的心意。我先去院子里看看，这新出炉的点心得趁热吃啊。少夫人，小小姐，原来你们在楼上啊！刚刚冯小姐送了点心来，可以主不要趁热吃了。冯小姐经常来送点心吗？是的，往常冯小姐也喜欢给少爷和小小姐送点心。今天会是什么点心呢？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怎么样，安安，好吃吗？妈咪你也来尝尝吧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妈咪，我的头好晕哦。请站住！是中毒，这点心有问题。我的点心被安安吃了，哇，姐姐吓人，别给安安吃了。冯茵茵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安安才这么小，你竟然在点心里下毒！安安这
毒了。苏小姐，我看给安安下毒的人是你吧？我每周都会来傅家送点心，他从来没出过事，怎么你一来他就中毒了？果然是恶毒后妈，你想害死安安！小姐出事了，赶紧给少爷打电话。毒性已经开始蔓延了，必须立刻服用天行草才能解脱。可天行草被我送去清河医院做研究了，必须现在立刻过去。安安别怕，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苏墨然，你是不是想把安安带去毁尸灭迹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哪儿都别想去！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！安安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明明就是你给安安下的毒，你竟然还敢污蔑我！安安她还那么小，你就这么惹不下她吗？傅家有医生，今天别想带安安走，快去请医生过来。是，夏天医生根本解不了安安的毒，必须要先去医院。傅爷，5年前那个女人查到了，这是她照片。是她。备车回傅家。是。你们快抓住她！这个恶毒女人要带走安安，绝对不能让她带走安安！苏小姐，先让医生给小姐看看吧。我说了，家庭医生解不了她的毒。你怎么知道解不了？看你存心就是想害死安安吧！医生，安安被后妈下毒了，你快给她看看。毒素已经进入5脏6腑，这毒我也解不了啊！苏墨然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安安就要被你害死了！叶白哥哥一定不会饶过你。安安不会有事的，现在带她去医院还来得及。你们快让开！你们快抓住她！今天绝对不能让她带走安安！你们快放开我，不然她真的没救了！苏墨然害死了安安，叶白哥哥一定会要毒。在干什么？傅白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！这恶毒的女人，她给安安下毒，还想把安安毁尸灭迹，你快阻止她！怎么回事？安安吃了冯依依送来的点心中了毒，现在必须服用天行草才能解毒。我现在必须带她去医院。快送安安去医院，快！叶白哥哥，你不要听他污蔑我，明明就是他想害死安安。安安现在身中剧毒，当然要先送去医院。至于是谁下毒，我自会查清楚。来人，把冯茵茵带来的糕点送去检测。是。叶白哥哥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后妈，也不相信我是吗？如果她真要害我，当初就不会救我。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再快点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安安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好痛，好像快失去什么东西，甚至是比我命还要重要的东西。有过孩子？当然没有，我孩子出生就死了。对了，我如今心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丧子之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也会这么痛。不是我，是她。这个女人背影怎么这么像苏墨然？傅爷，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？我瞧这背影和谁都像。喂，少爷，小小姐中毒了，你快回来吧！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备车回傅家。是。虽然不是安安的事，可他对安安的心疼是重。快来救救我的孩子，他中毒了！快把孩子放在担架上，立刻送去急救。他中的毒性很强，必须服用天行草才能解毒。天行草，我们医院没有啊。有，你打电话给院长，他一定知道。好，我去给院长打电话。冉冉，这家医院在京师并不出名，如果他没有安安的解药怎么办？如果这家医院救不了，那就没有医院可以救得了他。我问过院长了，真的有天行草，快把孩子推到急救室，院长马上拿天行草过来救人。这家医院竟然真的有冉冉说的疾病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缓一缓就好了。我把您送到那边，您休息一下。放心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苏小姐，使劲儿啊！孩子快出来了！
苏小姐，您生了个女儿，但很遗憾，她是个死胎。什么？我看懂了。您还是别看了，不吉利。您忘了好吗？我的孩子！我年老，原来已经忘了那种痛，如今因为安安，又更是变得这么猛烈。人们要吞行草，我就知道一定是冉姐你来了。老姜，安安她不会有事吧？冉姐，你这是关心则乱。吞行草可解百毒，甚至有起死回生之效，只要服用了自然没事。不过，孩子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她？她是我女儿。你女儿？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？其实她是傅叶白的女儿，我是她后妈。你嫁给了金氏首富傅叶白？最近打到医院的20亿，不会是您的彩礼钱吧？冉姐，您为了伟大的医学事业献身了。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。总之，这次医学研发，我付出了所有的心血，你们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冉姐，您都做出这么大牺牲，研发失败，我们提头来见您。这还差不多。妈咪，爹地，你们眼睛这么红，是不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呀？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们不用担心我啦。没事就好。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不舒服，就感觉肚子有点饿。医生说你得禁食半天，不能吃东西了。是啊，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你先乖乖睡一觉，醒来就可以吃东西了啊。那好吧，安安真乖。你相信我没有给安安下毒吗？我当然相信，如果你要害安安的话，当初就不可能救她。傅爷，王小姐带来的点心检测报告出来了，确实有毒。傅星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审视他。你想做什么？这一巴掌是打你给安安下毒，这一巴掌是打你给安安下毒后还栽赃给我，阻挠我把安安送来医院。苏墨染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月白哥哥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你娶的这个女人，她竟然敢打我！从小到大哪受过这种委屈啊！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打你怎么样？如果安安出了什么事，信不信我要你的命？月白哥哥，你怎么可能会给安安下毒啊？安安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胡话，她就是故意污蔑我。这是你带来的糕点检测报告，你还有什么话？竟然真的有毒！苏墨染，是不是你故意往我糕点上撒了毒药？傅家所有人都可以作证，你带来的糕点我碰都没碰过，怎么可能下毒？看来这回是栽赃不了这个贱人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人想要害我，结果不小心害了安安。月白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出下毒的人，不会让安安白受委屈的。贼喊捉贼，风依依，你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每周都会往傅家送点心。如果想害安安，我何必等到这个时候？月白哥哥，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，你宁愿相信一个乡下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风依依，你听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准再去给安安送任何吃的，也不准再来傅家。月白哥哥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我今天是专程来医院看安安的，你好点没有？安安已经没事了，多亏了冉冉及时把她送到这家医院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没事了就好，我能进去看看安安吗？我想跟她道个歉，虽然不是我的错，可的确是我失误了。你这么虚情假意，道歉可没有必要。而且，我始终相信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坏事做多了，一定会遭报。你懂什么？我和傅家可是世交，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感情，
叶白哥哥不会不相信我的。行了，安安才康复，需要静养，你不准去打扰她。昨晚一夜没睡累了，回去睡觉吧。没想到不仅没能除掉苏墨染，竟然还影响了我和叶白哥哥多年的感情。苏墨染，给我等着，又会将你赶出傅家。商业，少夫人和小小姐呢？他们在儿童房。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。你爹地来了，让爹地陪你玩。不嘛，弟弟就知道工作，我要妈咪陪我玩。安安，爹地呢？平常太忙了，没有时间照顾你，忽略你了，爹地向你道歉。没事的，爹地，我现在有妈咪了，你尽管去工作，只要拿钱回来给我和妈咪花就行了。我可没教他，是你小棉袄自己录。安安说的没错，我作为男人的确应该赚钱养家。这张卡没有额度，随便花。不是，不用，你之前该给的都给了，这就不用了吧？我傅叶白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不用给我省钱。我和他明明只是交易啊。安安，你们刚才玩什么游戏呢？爹爹，像这样，我教你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就没什么别的游戏吗？有啊，他平时很喜欢别人陪他听积木，你可以试试这个。少爷，老宅那边来人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爹爹，是爷爷奶奶来了吗？什么？傅家长辈来了？丑媳妇儿迟早要见公婆，走吧，一起去。丑什么丑？谁丑了？去就去。这就是我哥娶的乡下女人啊！除了这张脸，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嘛。像我们傅家这种高门大户，可容不下一无是处的女人。还在夸我好看，还算有眼光。娶媳妇的人是我，不是你，容不容得下你说的不算。哥，像他这种乡巴佬最是阴险狡诈了，一定是被他给骗了。我妈咪是全天下最善良的女人，不过你才被人骗了吧？安安，快到奶奶这儿来。我听说前几天安安中毒了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安安吃了冯茵茵带来的食物中毒，多亏冉冉及时把她送去医院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不愧是商业巨子啊，逻辑清晰，一句话把整个事情都说清楚了。叶白哥哥，我已经找到下毒的人了，并且把他送去了监狱。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们冯家那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，现在出了这种事，我也很意外，很后怕。我看啊，这个下毒的人一定是受人挑唆，故意想要陷害我们茵茵姐的。新月，你说的这个他会是受谁指使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他，外人谁不知道？茵茵姐和我哥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天生一对。他一定是嫉妒茵茵姐，所以才故意找人下毒陷害，结果不小心害了安安。我刚刚没跟你计较，不代表我可以容忍你一宠再宠。你脑子是用来当摆设的吗？我和叶白已经结婚了，需要嫉妒别的女人？冯茵茵本来就是毒害安安的凶手，你却帮着她说话，把罪名扣到我头上。我看你是被冯家下降头了吧？我可是傅家二小姐，你敢这样跟我讲话？我管你是二小姐还是250，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有空找大师看看脑子吧。你行了，新月，你住嘴。奶奶、爸妈，你们好，我叫苏墨染。本来一直计划去看你们，可叶白最近很忙，没空出时间，劳烦你们亲自来一趟，是晚辈不周了。
因为说他是从乡下来的脱俗部分，可这样看着，倒挺知礼数的。听说你是乡下来的，能嫁给叶白，想必是有些手段的。手段倒是没有，就是安安很喜欢我，想让我做她母亲。叶白为了孩子才娶我，想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。安安，你真的喜欢这个后妈吗？她才不是什么后妈，她就是我妈咪。瞧这孩子，看来是真喜欢冉冉。多嘴。安安年纪小，不懂事，随便给2颗糖哄哄，教他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可常言道，日久见人心，这后妈可不好当。你能保证日后会永远对安安好吗？奶奶，您说的话我不认可。如果安安是给2颗糖就能哄的孩子，那为什么冯茵茵每周都来送糕点？她怎么不认冯茵茵做母亲呢？既然安安认我，说明我和她有母女缘，我自然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哼，你这丫头倒是伶牙俐齿。我希望啊，你是诚心加入这个家庭。奶奶，是我求娶冉冉，不是她非要嫁给我。如果你们因为她的身份不喜欢她，以后大可不来我这儿。我娶媳妇儿是用来宠的，不是让她来受气的。叶白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和奶奶说话呢？奶奶会伤心的。瞧瞧，瞧瞧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就说2句就护上了。看来叶白是真心对他的。是啊，叶白这些年从来没有谈过对象，这次突然给我们空降了个儿媳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爸妈，这叫什么好事啊？伯父伯母，他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叶白哥哥。你们一定要以傅家的大局，以傅家的颜面为重啊！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呀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封建时代那一套早就过时了。只要他们2个呀两情相悦，那就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是啊，我看冉冉这孩子不错，可以管住叶白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傅家长辈这是认可我了？来，丫头，初次见面，这是奶奶给你的红包，拿着。不，奶奶，这不合适，我都没给你们准备礼物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既然是长辈给的，就好好收着。来，这个呀是爸妈给你的红包，既然到我们傅家来了，就不要拘束，收着啊。既然是长辈的心意，那我就收下来，你安安存着吧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喂，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吗？你就敢收？无论有多少钱，都是长辈的心意。如果我不收，岂不是辜负了长辈的心意？就是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呢？没给嫂子准备礼物吗？我才不会给他准备礼物，像他这种乡巴佬根本配不上我哥。我请傅家人来是让他们赶走苏墨染，他们非但不赶走他，还给他红包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不配，那谁配？当然是我的茵茵姐啦！茵茵姐和我哥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天生一对，没有人比茵茵姐更配得上我哥了。所以是冯茵茵挑唆你才对我这么大恶意啊！可叶白不喜欢他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叶白想娶她，我也拦不住啊。苏墨染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挑唆了？茵茵啊，这些年你对叶白什么心思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可叶白现在已经娶媳妇儿了，你呀就断了那些心思吧。啊，奶奶，我没有。在冉冉来之前，你的确跟我们说过她很不堪，可现在人我们已经见到了，并不像你说的那样。以后别在外面去诋毁我的儿媳妇了。伯母，这人都是可以伪装的，你们才第一次见他，怎么就能确定他的为人？我们相信叶白的眼光，毕竟这么多年，他的眼光从来没有出错过。傅家不愧是京师第一好门啊，个个都这么明智。算了，茵茵姐，咱们不跟他们说了。你装得了一时，装不了一世，迟早会露出真面目的。也不是个个都这么明智，这傅心愿就是个例外。冉冉，你和叶白结婚结得仓促，连婚礼啊都没有办。下周呀，我们会在老宅举办晚宴，到时候我们会宴请所有的京师豪门，
会把你的身份呀正式的公布出来。不是妈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我和傅叶白只签了1年合约，没有公开的必要吧？一点都不快。你既然来到我们傅家，那我们傅家自然得给你名分。妈，你要把我哥娶一个乡巴佬的事公之于众，这会让我们傅家丢脸的呀！我看丢脸的人是你才对，成天咋咋呼呼的，不学无术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别人？是啊，新月，冉冉现在是你嫂子，你以后说话跟我客气。傅新月，你以后要是再说你嫂子是乡巴佬，你信不信我断了你的卡，把你扔到乡下去喂猪？你们为什么都帮着一个外人说话呀？明明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妈妈，妈咪才不是什么外人，这里只有冯阿姨才是外人吧？我傅伯母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一定得考虑清楚啊！这苏墨染刚嫁进傅家，你们都不清楚她的为人，这怎么能说公开就公开啊？我傅家的事情还轮不到外人做主。努力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外人，那苏墨染凭什么这么轻而易举就被傅家认可了？我绝不会让她如愿的，绝对不会！这傅家长辈一出手就是50亿，拿人手短，这么多钱我不能收，还是让傅叶白给安安存着吧。安安她睡着了。你怎么还不睡？这些是你爸妈还有你奶奶给的见面礼，我看了一下，50亿，这礼太大，我不能收，你拿回去吧。你是觉得我缺这50亿？我知道你有钱，可我们只是契约夫妻，我很有分寸感的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分寸感。你又占我便宜！说我没有分寸感了，所以这50亿就当做给你的补偿吧。不是，一个50亿，这也太值钱了吧？那是不是我多请你几下，你连公司都送给我了？你可以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帮帮我。为什么他身上的味道那么像5年前的那个男人？这个时候可不能走神，你会后悔。你不是说追你的女人从国内跑到国外吗？我又不知道，你就不怕我赖着你？赖着就赖着呗，男人到了这个时候，身体总是不受控制的。疼吗？爽。傅叶白，你手机在响。喂，傅爷。萧特助，扰人清梦，你是要去非洲去出差是吗？错，我怎么对他上头了呢？果然是美色误人。傅爷，您平时这个时间不是早就起床了吗？今天怎么还在睡呀？别废话，有事。我查了小小姐出生的那家医院，小小姐出生前后1个月，医院确实没有产妇去世的记录，因此可以100%确定小小姐的亲生母亲的确还活着。安安的母亲还活着，那他是不是要把她找回来呢？继续找，一定要找到她。哎，好。他出手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那个女人了。看来我和他的合约用不着1年就可以提前结束。怎么了？后悔了？
要不要我再补偿你什么？谁后悔了？昨天你服务的很好，我都要给你钱了。你要给我钱，那我是什么？男模？我可没说，你自己说的。那既然这么满意，不如再来一次。我也把你疯了，小心纵欲过度，失去男人的雄风。苏沫然，你是在玩我？都怪你！本来说好今天送安安去学校的，结果一觉醒来，安安已经在学校了。我的错，下次克制一点。什么下次啊？你想得美！少爷，您给少夫人买的礼服已经送来了。礼服？你刚从乡下回城，应该没带几件衣服吧？下周晚宴，你就穿这件礼服吧。傅叶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乡下过得很寒酸？我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没错，可我绝对不是那种只会喂猪的女人。我可没这么说。你想穿就穿，不想穿算了。也不是不想穿，就是觉得契约婚约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。看来我的眼光不错，这件礼服倒是挺适合你的。不是衣服适合我，是我肤白貌美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虽然有点自恋，但确实挺难反驳的。我见过的那些女孩，都没你漂亮。安安的亲生母亲应该比我好看吧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孩子都有了，还说没见过？不想说就不说呗。不过我也没见过5年前那个男人的真实样子，他戴着眼罩，房间灯光也很暗，我只记得他的身材倒是和傅叶白很像。晚宴5点才开始，我先去幼儿园接安安，你在家等我。哦，好，你快去吧。苏沫然，你清醒一点，5年前那个男人不可能是傅叶白的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少夫人，接您的车到了，您该参加晚宴了。傅叶白这么快就把安安接回来了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不是傅叶白的车。少夫人，我是傅家老宅的司机，是老夫人亲自吩咐我来接您的。我可以坐叶白的车过去，为什么还专程来接我？少夫人，是这样的，新月小姐跟家里闹脾气，跑出去了。老夫人为顾全大局，让叶白少爷亲自去把她接回来，所以便由我将少夫人送到老宅。没想到这傅新月到现在还在闹脾气。傅叶白去接她，想必是他有治她的办法了。那就劳烦你送我了。这边请。你这行驶的方向是郊区吗？少奶奶，您有所不知，傅家老宅为了图个清静，就是建在郊区的。可这郊区也分富人区和普通郊区，以傅家的地位，老宅肯定是在富人区。你这行驶的方向怎么越来越偏了？少奶奶，你就安心坐着，前面就到了。不对，你行驶的方向不对，停车！我要下车。果然中枪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哼，你甭管谁派我们来的，你是苏沫然对吧？给我上！你说什么？冉冉已经被老宅的人接走。是的，走了好一会儿了，这会儿估摸着已经到老宅了。爹爹，我们快去老宅找妈咪吧。好。
您说什么？冉冉她还没来。你不是说你和冉冉一块儿过来的吗？我就根本没有派人去接她呀。那接冉冉的人是谁？爹地，妈咪不会出事了吧？你快打个电话给妈咪。别着急啊，不会有事的。是啊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怎么样？冉冉没接电话吗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。哥，你使的这个乡下女人怎么回事？不会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临阵脱逃了吧？冉冉她一定不会临阵脱逃，一定出什么事。喂，肖特助，我太太被一辆不知名的车辆从傅家接走，你现在立马去给我查，她到底在哪里？好的，傅爷。好。你哥这是怎么了？风风火火的，这可不像他的性格。还能怎么啦？还不是因为那个苏墨染没来，我哥找去了呗，也不知道去哪儿鬼混。你是说他去找苏墨染了？是啊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让他这么伤心？不知道那个狐狸精给他灌了什么迷糊汤。我去找六了怎么样？有他赶到，苏沫儿一定早就被混混给玷污了。没有男人会要那样的残花败柳。今天这场晚宴将会成为我和叶白哥哥的定亲宴。好啊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走？你要是乖乖听话，兴许我们怜香惜玉，还能让你少受点伤。想让我乖乖听？你们做梦！长这么漂亮，还是个小辣椒，我喜欢。道有道法，行有行规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拿人钱财，替人办事，这就是我们的规矩。谁让你要去抢别人的老公呢？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当老公，怎么样啊？抢别人老公？所以指使你们的人是冯茵茵。这个家是谁不知道，他喜欢傅叶白。我们可什么都没说，就算你猜到又能怎么样？今天你在我们手里，你的男人不会要你的。果然是冯茵茵，这个女人真是恶毒。别跟他废话了，兄弟们都等着呢。好，大家一起上。那辆就是接走少夫人的车，少夫人就在这里。傅爷，车主的身份也查清楚了，是京师有名的混混，10年前就因为强奸被判入狱，最近才刚放出来。强奸罪，傅爷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救救我们！求求，帮我们打救护车！傅爷，少夫人不在这里。苏墨染去哪了？他是傅爷，人又晕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下手这么狠，将他们全都废了，个个都受了严重内伤，只留下一口气。他刚才说的暗影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国际上知名的帮派暗影组织？听说这个帮派的首领就叫暗影，实力不详，但让国际上所有黑帮都闻风丧胆，因为他们经常会做一些惩恶扬善的事，已经收拾了不少黑恶势力。我对这些帮派斗争不感兴趣，我现在只想知道苏墨染到底去哪儿了。冉冉打来的电话。喂，老公，我已经到老宅了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已经到老宅了？我马上回去。少夫人没事了，看来是暗影组织的人救了她。把这群人全部处理。这是谁？好漂亮啊！听说傅家办这场晚宴是想介绍傅少夫人给大家认识，难道她就是傅少的已婚妻子？长得和傅少可真般配呀！难道是怎么毫发无损的出现了？妈咪，你终于来啦！妈咪来迟了吗？没有，奶奶说宴会还有一会儿才开始。那就好。喂，苏墨染，你去哪儿鬼混了？害得我哥出去找你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我已经给叶白打过电话了，他马上就到。冯小姐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你抢了茵茵姐的心上人，她脸色能好看吗？一厢情愿而已，
怎么能叫抢呢？我刚才水喝的有点多，我去个洗手间。那么多人，苏默然怎么可能毫发无损的回来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苏默然，你走路怎么没声呢？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？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会被吓到？冯依依，今天的事是你干的。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是？那我就让你清醒一下，好好想想。苏默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样？想起来了？就算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终于承认了，苏默然，我可是堂堂冯家千金，我们家族和傅家是百年世家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被傅家扫地出门吗？我管你什么千金，什么冯家，什么傅家，我都不在乎。我这人做事向来睚眦必报，你想好怎么赎罪了吗？赎罪？赎什么罪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又忘。现在想起来了吗？苏默然，你明明好好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现在好好的，是因为我够强。不如我也把你扔进男人堆里，看看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全身而退呢？苏默然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嘴上求饶有什么用？我问你，你怎么赎罪？今天这件事情不能让它闹大，还不吃眼前亏。这样。我冯家城北有一块地皮，价值数亿，叶白哥哥一直想买去建游乐场，我把它送给你们，当做你们的新婚礼物，怎么样？价值数亿的地皮，似乎还不错。你千万别再耍什么花招，否则我一定让你见识我的手段。是乡下来的疯子，苏默然，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等等，冉冉去哪儿了？你这小子着急什么呢？他去卫生间了。傅叶白，你终于来了。傅家这场晚宴特意为我举办的，我怎么可能缺席呢？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多亏陈乐阳善的暗影组织及时出现，这才救了我。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厉害？或许你听说过暗影？暗影？你是暗影组织的人？不对，我就是暗影，你们可不要逃。果真是暗影组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出绑架你的凶手，狠狠为你出气。不用，我有自己解决的办法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你要怎么解决？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有解决的办法。我这些年的饭可不是白吃的。叶白、冉冉，现在宾客都已经到齐了，是时候把冉冉介绍给大家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各位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妻子苏默然。我妻子初来京师，娴静温柔，不懂得那些弯弯绕绕，所以希望以后各位多多照顾她。娴静温柔，是在说我吗？傅少都发话了，我们自然会给夫人面子。是啊，像苏小姐小意柔情、天真浪漫的女生可不多了，傅少真是好福气啊！小意柔情、天真浪漫，好小众的词啊！祝二位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好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的祝福。爹爹和妈咪一定会幸福的。我们冯家自愿献上城北那块地皮，作为叶白哥哥和苏小姐的新婚礼物。哇，真大方呀！早听闻冯小姐倾慕傅少多年，如今傅少结婚，她送上这么大的祝福，真是诚意满满啊！是啊，城北这块地皮可不小，价值好几亿呢。叶姐她是疯了吗？她
他竟然祝福我哥和这个乡巴佬。叶白哥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然然啊，叶白呀，你们难得来一回，今晚就住在老宅吧。我都听叶白的。那今晚就回老宅住吧。苏墨染，得意不了多久，很快你就会被傅家扫地出门。傅家公开苏墨染的身份，苏墨染这个贱人，真的嫁进豪门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她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，那应该只是豪门的一个玩物而已，怎么就会公开她呢？傅家这么有钱，1分彩礼钱都没送来。苏墨染这个臭丫头，她当真不认我这个爹了？老爷夫人，有个叫冯茵茵的小姐上门拜访。冯茵茵，这不是金氏冯家的千金吗？她来找我们做什么？这外面都说冯茵茵喜欢傅少，该不会是傅少娶了苏墨染，他来找咱们麻烦吧？金氏冯家，这可是仅次于傅家的第2大豪门呐，万一是给咱们送钱来的呢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冯小姐，你坐下喝茶。廉价的茶叶我可喝不来。你们就是苏墨染的家人？冯小姐，是苏墨染抢走了傅少，跟我们可没关系啊！你要算账，找他去算，别找我们麻烦。是啊，哎，苏墨染这个逆女，我早就不认得了，5年前就把她赶到乡下去了。冯小姐，您可一定要明察呀！我们苏家仰慕冯家已久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冯家生意上合作呢？就你们苏家这点产业，我冯家脚趾缝里抠出来的比他大，也配和冯家有生意来往？不和我们苏家做生意，那你今天上门来干什么？苏墨染5年前是不是生过孩子？苏墨染5年前是不是生过孩子？你们不用替他隐瞒，既然我今天找上门来，就有足够的证据。你们苏家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瞒着傅家！我们可没隐瞒傅家呀。5年前，苏墨染未婚先孕，实在太丢人了。我担心她影响我另一个女儿的婚事，所以才一直对外界隐瞒。是啊，她的清白不要紧，可不能连累我女儿。毕竟我们家千雪以后是要嫁进豪门的。苏墨染不知廉耻，我可是要脸的人。看来你们和苏墨染的关系的确不好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苏建军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耻辱。今天来找你们呢，是想让你们帮我一个忙。这张卡里是500万的筹集。这么多钱啊！我来帮你吧。我们的戏会不会演得太过了？万一安安的亲生母亲突然回来看到我这个替代品，生气怎么办？谁说你是替代品？你跟我领了证，就是我傅叶白。你自己说的话自己都忘了。我们是为了安安，所以才假结婚1年。如果协议到期之前，你能提前找到安安母亲，我们的协议可以提前结束，大不了可以给你一部分钱。苏墨染，就算找到安安的母亲又怎么样？我跟她没有感情，我也不可能为了她把你赶出来。没有感情，你孩子都有了，难不成你是被强迫的？这跟你没关系。唉，的确跟我没关系。反正协议到期，我们一拍两散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。一拍两散。怎么跟小狗一样？你没经过我的允许，谁让你亲我的？亲你怎么了？我们睡都睡过，还不让亲？这能一样吗？这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是说我服务的好，要给我钱吗？我现在不收你的钱，还要服务你，这你占便宜了。你真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男人。喂，傅爷，找到小小姐的亲生母亲了。真的找到了。看来协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千真万确，小小姐的母亲她就是……够了，我不想知道她是谁。真的不想知道她的亲生母亲是谁？她抛弃孩子，假死脱身，她不配做安安的母亲，所以你就老老实实陪在安安身边。可是你找了她这么久，你就……苏墨染，
这是我的事情。好，我不说。小小姐的亲生母亲就是少夫人呢？傅爷为什么不想知道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个资料送到老宅去。说真的，这个家里呀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然然，以后啊，常来老宅玩啊。知道了，奶奶，以后有时间我会经常带着安安来看你的。赶紧吃。来。不，我不吃虾，我对虾过敏。好，还有什么忌口吗？其他没有。还真是乡下来的，连虾都不会吃，山猪吃不了细糠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不吃虾呀是体质问题，安安她也不吃。安安对虾也过敏吗2岁的时候给安安吃过一次虾，全身冒红疹，后来带她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显示出她对任何东西都不过敏，唯独对虾过敏。那安安的症状跟我还挺像的，我吃虾也会全身起红疹子。还真别说啊，我觉得安安和冉冉还真的挺像的，就像一对亲母女似的。我也觉得很像，也许这就是母女缘。我就是妈咪的孩子，所以我跟妈咪长得很像。安安永远是我的宝贝女儿。冉冉和安安的确很像，也难怪安安第一次见她就选她做妈妈。老爷夫人，少夫人的娘家人上门了。我娘家人？我哪儿来的娘家人？那你的父母都不在了吗？我亲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我父亲后来娶了继母，5年前把我赶到乡下，后来就跟他们断绝关系了。那应该就是他们。这种人他也配当父亲？还有脸上门？走，咱们去会会他们。不愧是首富啊，连老宅都这么豪华。你看看这个东西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苏墨染这个贱人，怎么能住这么好的地方？这种地方就应该我住才对。哎呀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傅家老宅的地盘，你们也敢闯？老太太，我们不是外人，这苏墨染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。后来呀，咱们还是亲家呢。你在外面找小三气死我妈，后来小三登堂入室，又把我赶到乡下，更是因为50万彩礼要让我嫁给植物人。你当我你配吗？天底下怎么有这种当父亲的？你真是枉为男人！苏墨染，你还真是什么家丑都往外说呀！你敢做还怕我说啊？苏建军，我和苏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休想在傅家拿到1分钱好处。冉冉，那不管怎么说啊，你爸都是给了你生命的人了，你对他这么狠心，这傅家难道容得下你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吗？哎，我就喜欢冉冉这种善恶分明的人。你一个小三儿，哪来的资格说他？傅少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可有误会，我可不是什么小三儿啊，我可是他妈死了之后才进门的。那他呢？他不是你们在外面生的外室子吗？傅少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外室子？我爸和我妈那是真爱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。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我看你这女儿啊，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还真是一脉相承了。我今天上门来不是来找骂的，我也是为了你们傅家的声誉好心才来的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的这么不领情。你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尚且如此，你还会有什么好心啊？你们只听苏墨染说5年前我将她赶到乡下去，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她赶到乡下？那是因为她在外面乱搞未婚先孕，丢了我苏家的脸面，所以我才将她赶到乡下去。什么？未婚先孕？苏墨染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哼，苏墨染，这当着傅家人的面啊，你敢说5年前你没生过孩子吗？冉冉，真的生过孩子？苏建军，你还真是怕我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怎么？我说的没错呀，这做人嘛，就坦诚相待。你不能为了嫁进豪门就否定这段不堪的过去。我从来都没有想否认这段过去。我承认，我5年前是生过孩子，可那只是一场意外，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在外面乱搞。冉冉，那你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死了，
我甚至没来得及看他一眼。妈咪不哭，我就是你的孩子。怎么样？我们说的没错吧？苏沫然5年前就被人睡了，你们傅家娶这样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进门，就不嫌丢人呐？畜孙！你当父亲的不仅没保护好自己的女儿，还这么说她，你和禽兽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可是好心来戳穿苏沫然的丑事，否则你们傅家都要被他骗了。生过孩子怎么就叫丑事？我们家叶白孩子也是5年前出生的，那也是一个意外。冉冉和叶白的遭遇如此相似，说明啊，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奶奶，我看真是老糊涂了吧？那苏沫然怎么能跟我哥比呢？怎么就不能比了？男人到外面就生得了孩子，女人就不能了？男女平等。我看他们俩谁也别嫌弃谁。妈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我哥那次只是一场意外，谁知道苏沫然是怎么在外面乱搞的？你哥那是意外，你嫂子就不是意外了？你怎么能这么双标呢？星月，这女人何苦要为难女人呢？兄妹没说这件事，是因为我和傅叶白本身就是契约婚约，没想到长辈们这么明事理，和苏建军这种渣子真的是天差地别。哥，这你都不介意吗？外面那么多干净的女人，你为什么非要娶一个一无是处、私生活还混乱的女人啊？你这么优秀，那娶的苏沫然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傅新月，我跟你嫂子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她不干净，我也不干净，她都没有嫌弃我，我为什么要嫌弃她？你们傅家这么大的门户，就一点不注重名声吗？这傅家一家子怎么都是恋爱脑呢？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？这苏沫然应该被傅家赶出去才对啊！妈咪，他们是坏人，安不喜欢他们。妈妈也不喜欢他们。如果可以做选择，妈妈一刻都不想和他们做家人。有这样一个亲生儿子的父亲，可想而知冉冉这些年过得多么可怜。我瞅着冉冉和安安，怎么越瞅越像？冉冉和叶白的遭遇如此相似，会不会冉冉就是安安的亲生母亲？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？奶奶，您是说冉冉可能是安安的亲生母亲？奶奶，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苏沫然她怎么可能是安安的亲生母亲呢？冉冉，你说你孩子出生了之后，你都没来得及看一眼，那你怎么知道是死是活呢？是啊，说不定是活的，被别人抱走了。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这有些孩子呀，他就是不爱哭。叶白出生的时候，他也不哭，还是医生呢打了他脚板心几十下，他才哭出来的。所以说，我的孩子可能还活着。说不定啊，就是安安呢。哎，我说你们傅家人是不是都魔怔了呀？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苏沫然生的孩子就刚好是傅少的。苏沫然我给他算过命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贱命，哪有这么大的福气？你住嘴！没有把你们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立刻赶出我们傅家，那是我傅家有教养。再敢说我儿媳妇坏话，我绝不轻饶你们！哎呀，我说你们傅家人怎么好坏不分呢？我们上门来揭穿这个苏沫然，那是一片好心啊，又没找你们要什么好处费，好心还当成驴肝肺了这。好处是，如果你们不是为了谋好处，应该不会无端找你们。难道是有人给了你们好处，让你们上门来挑拨我跟傅家的关系？没有啊，你少胡说啊！我们可没收谁的好处啊！要想知道冉冉和安安是不是亲生母女，很简单，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。我跟安安做亲子鉴定？是啊，现在亲子鉴定的技术很成熟，傅家老宅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做，10分钟就能出结果。你愿意做吧？我倒是愿意做，但做亲子鉴定要抽血，安安会不会怕疼啊？既然大家都说我和安安像，做一个亲子鉴定也没什么，哪怕只是1/1000的概率，万一就让我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呢？妈咪，我不怕疼，我愿意跟妈咪做亲子鉴定。亲子鉴定，这也太荒谬了吧！这怎么
可能啊！哥，当时说这话呀，他们要抽安安的血呀！亲子鉴定，我同意。5年前那个女人，我虽然没有看清，可她身上的气息的确和冉冉很相似。虽说这种巧合略有细微，但做个亲子鉴定就一切都清楚。行，我看你们都是疯了，我真的服了你们了。来人，赶紧把医生叫过来，给冉冉和安安做个亲子鉴定。是。老夫人，张医生，给我的孙媳妇儿还有我的小曾孙做个亲子鉴定。好。疼吗？不疼。夫人，我现在就将血样拿去化验，鉴定结果10分钟后出。有劳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傅家人到底被苏墨染下什么迷魂药了？他5年前生的野种，怎么可能是富家千金？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是啊，还做什么亲子鉴定，荒谬至极。这一切就是多此一举，看吧，好端端的非要做什么亲子鉴定，平白让人家看了笑话。冉冉，不管你是不是安安的亲生母亲，我们对你的心意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也只是想要一个答案，不论安安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对她的心意不会改变。那就好。傅家人并不知道傅安安是苏墨染的亲生孩子，如果他们知道苏墨染5年前就未婚先孕，肯定容不下他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请你们帮个忙。这张卡里有500万抽奖。这么多钱呢？哎，冯小姐，不知道你想让我们为你做什么呢？去傅家揭穿苏墨染的真面目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啊！这既能够把苏墨染赶出好屋，又能得500万，哎呦，这可真是2全其美的好事啊！早该这么做了。他苏墨染凭什么嫁这么好？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好嘞，好嘞。我倒是要亲眼看看，这苏墨染是怎么被赶出傅家的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还杵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离开我傅家！我们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就走，也不差这几分钟吧？是啊，这么大的笑话，咱们怎么能错过呢？我说你们这一群真是不知廉耻的东西！哎，可怜我的孙媳妇怎么就出生在你们这种家庭啊！妈，您可千万别动怒，医生今天刚说了，您的身体要好好的养着。奶奶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吗？是啊，奶奶10年前得了一场怪病，这心口呀就时不时的疼，这2年越发的严重了。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医生了，都说治不好。没事儿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用你担心啊。哎，张医生来了，看来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完了，这次笑话我们家是闹定了。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就在这里面，给我吧，麻烦了。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这么紧张呢？赶紧打开看看吧，看了苏墨染就死心了。叶白，快打开看看呐！好热闹，也不知道我来的是不是神。冯小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为什么？看来傅家已经决定将苏墨染赶出家门。苏墨染和傅安安做了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刚送出来，热乎着。什么？亲子鉴定？亲子鉴定？叶白哥哥，
这安安怎么可能是苏墨染的亲生孩子？你们给安安做亲子鉴定，这传出去了，安安要怎么做人啊？这别人该说安安是个连母亲是谁都不知道的女种。就是，好歹是富家千金啊，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，跑去跟一个乡巴佬做什么亲子鉴定？这说出去真是笑死人了！就是我妈咪，我梦里的妈咪就是长这样的。安安一直都说冉冉就是她的亲生母亲，这鉴定结果都已经出来了，先看看再说。冯依依，我傅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叶白哥哥，我们两家可是世交，你就算不为了傅家着想，你也要顾全安安的名声啊。反正鉴定已经做了，只看一眼结果有什么区别呢？冯小姐，你为什么这样一直拦着，不让大家看？横竖啊，这个笑话咱们家已经闹定了，既然结果出了，那就看一眼呗，好让这个苏墨染彻底死心。叶白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都是为了傅家好啊。滚开！我查到小小姐的亲生母亲是谁了。哦，之前萧特助给我说他已经找到安安的生母了。你呀，小萧啊，你真的找到安安生母了吗？她生母究竟是谁？快给我看看。老夫人您看，这就是小小姐的生母信息。这不是冉冉的资料吗？什么？是冉冉，小小姐的亲生母亲就是咱们邵夫人呐。这是邵夫人5年前的生产记录，与咱们小小姐的出生时间完全吻合。真的，检测报告上写了，冉冉是安安的亲生母亲。会这样？明明是要赶走苏墨染的，为什么反而让他们相认了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苏墨染真的是富家千金的生母？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呢？苏墨染她怎么会这么好命呢？对啊，这不科学啊！万分之一的几率，没想到也成真了。我的孩子没有死，还有他，就是我的孩子。你一直都认出妈妈了，对不对？是妈咪没有认出你，都是妈咪的错。妈咪，你别伤心了，我和爹地都会心疼的。妈咪这不是伤心，这是喜极而泣。原来那晚的女人是她，我从来都没有别的女人，一直是她。难怪啊，安安和冉冉长得像，原来就是亲生的。是啊，这下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。怎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儿？这个见鬼了有什么区别啊？真是见鬼了！你现在还觉得这是笑话吗？我看你呀，才是这个笑话呢。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冯小姐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妍妍姐，你跟他们认识吗？我就说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上门来。冯依依，是你指使他们来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我冯家什么身份？他们苏家也配认识我？是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冯小姐的。苏墨染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钱到手了就行，免得事没办成叫咱们退钱。是这个道理。啊，那我们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我们先走了啊。真是太好了，你是安安的生母，这真是让人惊喜的结果。还是妈的眼力好，看出了冉冉和安安长得像，让他们做了亲子鉴定。我看当年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当年安安出生时，医生告诉我是死胎，现在想想，那2个医生应该是被收买了。什么？死胎？竟敢咒我的重孙是死胎？他们……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妈这是旧疾复发了，快叫张医生来。老夫人这病能撑到今日，已经是奇迹了。这次发作恐怕时日不多。什么？你是说我奶奶要死了？张医生，
你一定要救救我母亲啊！她还没过80大寿呢。我在乡下学过一些医术，我来给奶奶看看。你那个乡下学的不入流的医术，你凭什么敢治奶奶？别碰我奶奶！奶奶之前都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就发病了？是不是苏沫然克奶奶啊？风依依，你在这捣什么乱？奶奶这是旧疾复发，你知不知道？叶白哥哥，我这是关心奶奶嘛。脉象紊乱，心脉已经受损，气息越来越弱了。我都说了让你别碰奶奶。苏沫然，就你从乡下来的三脚猫的功夫，难道比我们从国外请的教授张医生还要厉害吗？苏小姐诊断的没错，老夫人的气息越发的微弱，很有可能撑不过今天。张医生，你赶紧用药吧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救我母亲。我不要带奶奶死，不要带奶奶死。太奶奶不会死。老夫人心脉受损严重，已经不能用药了。如今用药只会加快死亡速度。我有救奶奶的办法，去拿些银针来。冉冉，张医生都说他没有办法了，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想害奶奶。我跟奶奶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奶奶？现在情况不妙，再不施针就回天乏术了。苏小姐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你刚入傅家不久，背不得谋害老夫人的名声啊！如今国内，除非是简神医亲自出手，否则没人救得了老夫人。那赶快请简神医来呀！我查过简神医，这个人最近行踪神秘，一直在专注于医学研究。要想请到他，难如登天。什么神医的，快去给我拿银针来，我可以救奶奶。我这次研发的医学项目受到了全球的关注，研发成功之前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你这个乡巴佬怎么还不死心？张医生都说了没有办法了，你不许虐待奶奶。冉冉，你真的有办法吗？相信我，我可以救她。好，去拿银针。是。叶白哥哥，真的相信苏沫然能救奶奶吗？你别拿奶奶的生命开玩笑啊！张医生都已经说了，奶奶大限将至，让冉冉试一下又如何？万一冉冉能给奶奶治好。我不信，他要是能救回奶奶，我傅新月的名字倒着写。银针拿来了。爸妈，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虐待奶奶吗？唉，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既然冉冉说她能够治，就让她试一下，说不定有办法呢。苏沫然给奶奶扎针，奶奶一死，他就背负了杀人的罪名，那傅家人一定对他产生怨言，快将他赶出傅家。苏沫然，这个是你自找的。苏小姐，这是没用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奶奶，没想到你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受此虐待。奶奶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？3、2。奶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妈，冉冉，你真的把妈给救活了！这下妈可以过80大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一个乡巴佬，真把奶奶给治好了。是冉冉救了我。奶奶，你先别动，针还没拔。哎呀，这胸一点都不痛啊！丫头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你的名字是不是该倒着写？我看的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奶奶本来自己能醒的。这可不是什么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这每一针都非常重要。苏小姐，你师承何方？这扎针的手法如此玄妙啊！我在乡下之前跟老师傅学的，现在老师傅已经去世，姓名恐怕不方便透露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是简神医的徒弟呢。奶奶的病没这么简单痊愈吧？当然，我可以给奶奶开一些疗养的方子，先疗养完，我们再好好治疗。去拿纸笔来写药方。什么？苏沫然，你还想给奶奶开药？你是想毒死奶奶吗？哎呀，新月，今天要不是冉冉救了奶奶，奶奶都快醒不过来了，你还不快给你嫂子道歉？救醒奶奶又怎么样？那她又治不好奶奶，我不道歉。
苏墨染这么好的运气，被打针然后将奶奶窒息，不能让他一直出风头。伯父、伯母、叶白哥哥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抓紧把神医请来，给奶奶治病，帮助奶奶痊愈。妍妍姐，你认识简神医？也不是很熟，啊，偶然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太好了，我相信有依依姐出马，一定可以请到简神医来，这样子奶奶就可以治病了。那简神医请来之前，我们就先用冉冉的药方给奶奶疗养。依依姐都说了，她可以请到简神医，还用她的药方做什么？况且张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奶奶的身体现在不能用药。张医生，麻烦您看一下，这上面的药材可以用吗？妙啊，妙啊！这些药材分开不适合入药，但是合在一起，却正合适老夫人。张医生都说可以用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张医生，那就辛苦你这段时间用这个药方给奶奶调养。奶奶需要静养，你先回去吧。奶奶，我们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太奶奶，拜拜。再见，我的小乖乖。看，多幸福的一家人呢！这生活就应该是我的，我得抢走了它。今天多亏了你啊，否则奶奶估计活不到下个月的80大寿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本身就是学医的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，况且还是安安的太奶奶。看在安安的面子上，我不需要报酬的。是安安的太奶奶，也是你的奶奶。5年前的事情我会查清楚。既然你跟安安已经相认，你应该不会想离开了吧？怎么，你是怕我把安安带走？放心吧，你把安安养得很好，我不会带走她的。所以你是打算抛弃安安，还是抛弃我？嘘，小点声，被安安听到了怎么办？5年前的事儿就是一场意外，我们总不能因为一场意外就将就过一辈子吧？哎呀，现在先不说这些了，等合约到期再说吧。苏墨染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？是你抢了我。当时中药了，我不小心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这就是事实。苏墨染，你现在是不是打算不负责呀？我可没这么说啊！你想让我怎么负责？睡回去吗？睡回去也不是不可以。啊！你冷静一点。5年前你睡我的时候可不冷静，那会儿可比现在更疯狂。那能一样吗？既然要睡回来，当然要比那个时候更激烈、更疯狂。看来我真是惹上不该惹的人了。这是什么禽兽啊！浑身都疼。喂，阿峰，什么事啊？老大，陕西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医学室的研发即将成功了。如今全球的企业都在关注这次研发，大家等着投资入股。您下午跟谁合作吗？不急，我先去实验室看看。这还不急啊！医学实验室的研发一旦成功，你有可能成为全球首富。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，而且我现在也不缺钱。钱不重要，果然是首富的格局啊！研发还没完成，不要半路开香槟。遵命，老大。我现在就在首富家，他当首富跟我当首富有什么区别？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帅、更有钱、更有魅力的男人吗？绝不可能。但是，他为什么不缠着我、求着我做他老公呢？不对，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没有眼光。傅爷，您说谁没眼光呢？我让你查的简神医的事儿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来就是要跟您说这事儿的。
想要直接和简神医联系上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的人查到简神医和清河医院的院长似乎认识，或许咱们可以通过他，看能不能联系上简神医。奶奶的病不能再发作，去医院。目前研发的进度没什么问题，接下来我会筹备上市审批的一些事。最后的收尾工作，你们可不要出什么差错。冉姐，你就放120个心吧。团队谁不知道您为了研发倾注了全部心血？要是谁出了一点差错，都没脸见你。江院长，富士企业的总裁傅叶白前来拜访。傅叶白，他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冉姐，这傅叶白不是你老公吗？你这么惊慌做什么？我没告诉他我的身份，他也不知道我在这儿。傅爷，院长办公室就是这儿了。你这有没有什么能躲的地方？好像没有。上次安安在这家医院痊愈，就应该来拜访的。那您不是太忙了吗？院长也忙，兴许还不喜欢经常被打扰呢。有道理。江院长，冉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就来医院找院长挂个号，让院长看看。哎，叶白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这家医院还可以挂院长的号？当然可以，不过限量，1天限量5个号。这样啊，那下次我不舒服也来挂您的号。好的。我没什么事，你肚子怎么样？还难不难受？不会是我昨晚太用力了吧？现在没什么事了，好像就是吃坏了什么东西。我给他开点药吧，回去吃2天应该就好了。那你们先聊正事，我先去拿药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现在觉得肚子没那么疼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那你拿完药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副总突然拜访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这次来找江院长，是想向你打听个人。哦，副总想打听什么人？简神医。谁？江院长，你应该听说过简神医这人吧？我只是听说过，刚不是还在这儿呢吗？我奶奶身患重病，需要请简神医去给我奶奶诊治。听说江院长和他认识，所以想拜托您给传个话。我转达？你老婆还要我去转告？不是，你们夫妻2个在玩什么呀？放心，不会让您白费心。江院长，这里面是10万，如果您能帮傅爷和简神医牵个线，事成之后，我们傅爷还有丰厚的报酬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简神医我确实认识，但他吧，做事比较随心。我可以转告，但他是否愿意出面给你奶奶诊治，那得看他的心情。至于这钱，我是万万不能收的。只要您把话带到，他愿不愿意出面，是我奶奶的造化。喂，阿峰，怎么了？老大，我这边收到消息，京市名苑冯依依愿意以丰厚的报酬请您出面，给他家老太太看病。丰厚的报酬？有多丰厚？这个没说，不过既然是有求于您，那价格你也可以说了算。再说了，这冯家和傅家都是京圈出了名的豪门。我原本就打算给奶奶看病，他既然上门给我送钱，不要白不要。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付上50亿，我便答应在傅家奶奶80大寿当天露面，亲自为奶奶看病。什么？50个亿？老大，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。您不是不缺钱吗？我是不缺钱啊，可白白送上门的钱，为什么不要？老大，您还真是人狠话不多啊。行，我这就去告诉他您的条件。医学研发即将完成，奶奶大寿那天，我便可以不再隐瞒身份。冉冉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昨晚都怪我太用力了，下次我轻点。喂，你在想什么？这药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瞎想。不用解释，我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。什么？他要50亿？他怎么不去抢啊？简神医那边就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如今排队请简神医看病的人数都数不过来，要想请到简神医，必须奉上50亿。
他可以在扶老太太寿宴那天露面。在老太太寿宴当天露面，这简神医这些年一直保持神秘。如果我能将他请在奶奶寿宴上给他看病，那我一定会出尽风头。我对奶奶有救命之恩，还愁叶白哥哥不娶我吗？苏墨染，你一个乡巴佬，怎么斗得过我金氏名媛？答应他，我愿意出这50亿，让他一定要在奶奶寿宴当天露面。等下拍好奶奶的寿礼，要不要给安安也带点什么回去啊？她今天上学路上一直在嚷嚷着想跟我一起来拍卖行的。今天都听你的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老公是首富，不用省钱。得，我就多问这一句。叶白哥哥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儿，咱们真是太有缘分了。我今天只是抽空陪我太太出来买点东西，要是没有我太太，咱们可能没这么有缘。苏墨染他一个乡巴佬，没有什么钱，还不是花的叶白哥哥。我们的拍卖会即将开始，感谢各位的莅临。今日的拍品都是由本行精心挑选，只为等待那个懂它的人。拍品已就位，现在开始拍卖第一件宝物——宋代汝窑。相信今日很多人都是为它而来。起拍价500万，500万。哎，奶奶不喜欢自己，安安也不喜欢，咱就不叫价了吧。500万2次。不说了，今天一切都听你的。500万3次，成交。第二件拍品，当代艺术大师肯尼尔的名画《自由》。这件拍品十分来之不易，不知今日到底花落谁家呢？起拍价依然是500万，600万。看来他也知道奶奶喜欢画，特意来给奶奶买生日礼物的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入手。800万，8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刚转了我50亿，哪怕是冯家这样的豪门，应该也没有剩多少的投资钱。你还有钱去嫁？刚转了50亿给简神医，账上资金已经不多了，而且他背后的金主是叶白哥哥，如果强行跟他竞价，肯定会吃亏的。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。花男人的钱算什么本事？他可不是别人哦，他是我老公。我也想花自己的钱啊，可是他不愿意。你要是嫉妒的话，你也可以找个男人当你老公，花他的钱啊。你老公很好。现在公布第3件拍品：海洋之心项链。闪耀的蓝宝石犹如浩瀚的星空，我相信没有女人能够抵抗这样的诱惑。起拍价200万，我出200万，300万。这条项链安安应该会喜欢。500万，苏墨染竟然要跟我抢！没办法，我女儿就是喜欢这样闪闪的东西。好，我不会让你如愿。10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一件项链，你用1000万拍下？我花自己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不像某些人花男人的钱。你敢这么败家吗？点天灯。叶白哥哥，你怎么能为了苏墨染点天灯啊？今天只要是我夫人喜欢的，我都势在必得。诸位若是有不服的，可以试试。夫少对夫人可真好啊！是啊，两个人实在太恩爱了。不是，奶奶的礼物都拍好了，其他东西也不是非要买，他点天灯干什么呀？真是个张扬的男人。要不要考虑永远当富太太？他这是在表白吗？叶白哥哥只是暂时被苏墨染给迷惑了，很快他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适合他的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叶白哥哥对他那么好？他一个乡巴佬，明明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苏墨染，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，不过懒得理你。听到了又能怎样？我有说错吗？无论是学历还是家世，你哪点比得上我？
叶白哥哥对你不过是一时的新鲜感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呢，很快就要被赶出傅家了。我要被赶出傅家？那我还真不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梦里吗？你敢说我白日做梦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请到了简神医，他答应我呢，会在奶奶寿宴上去给奶奶看病。我请到了叶白哥哥都请不到的人，你说他是不是会对我刮目相看？到时候呢，我不要傅家任何感激，我只要叶白哥哥跟你离婚，然后娶我。叶白哥哥呢，一定会答应的。是这么回事啊！简神医确实厉害，想必你请他花了不少钱吧？当然要花钱啦，不过能嫁给叶白哥哥，我什么牺牲都乐意。算盘打得不错，祝你成功吧。劝你识趣的话，就赶紧离开叶白哥哥，否则到时候被傅家赶出去，沦为全城笑话。哎，我倒真想看寿宴那天究竟谁会成功，沦为笑话，死到临头了还得意，拿了傅家的地捏死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如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，谢谢。老寿星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。谢谢，随意随意啊。哎呦，祝太奶奶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小重孙女这嘴呀是最甜了。冉冉呢？他说他去取点东西，让我们先过来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好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让他慢慢来啊。冯小姐，听说你这次请到了简神医过来，是真的吗？我仰慕简神医已久，对他最新研发的医疗设备非常感兴趣。你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冯小姐，简神医今天真的会过来吗？大家先不要着急，简神医呢马上就会过来了。不过我今天请他过来是专门为奶奶来看病的，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打扰。奶奶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我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个是我专门给您带来的画，十分珍贵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这是易大师的永乐图，易大师的画可不多见。茵茵啊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也是托朋友，好不容易才从古董店淘来的，您喜欢就好。苏墨染在拍卖会上抢了肯尼尔的画又怎样？肯尼尔的画根本不配和易大师比，奶奶有我送的这幅，绝不会再看苏墨染的画一眼。要说易大师最出名的画，还是那个百灵鸟，只可惜呀，我也只是听说，从没见过真迹。那幅画被国外的一名富商买了，早就不在市面上流通。是啊，奶奶，要不是买不到了，我也想送给你那幅百灵鸟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我能拥有茵茵你给我送的这幅永乐图啊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冯依依，你刚说你请到简神医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叶白哥哥，我答应奶奶的一定会做到。还是茵茵姐有人脉啊！只有像茵茵姐这样的京市第一名人，才有资格配得上我哥的京市首富。你哥都结婚了，别净说些有的没的。我就要说，奶奶，今天可是您的寿宴啊！那苏墨染到现在还没来，他摆谱给谁看？还是说他们乡下人根本不懂得礼数，不知道早点来给奶奶祝寿啊？我妈咪去给太奶奶准备礼物了。姑姑，你给太奶奶准备什么礼物啦？灵魂没准备的。小姑姑，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？连乡下人也不如呢。我一个月零花钱就那么一点儿，哪有钱买礼物？你怎么现在胳膊肘都往外拐？竟然这么说姑姑！我是妈咪生的，怎么能叫胳膊肘往外拐呢？这叫往内拐。苏小姐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，应该是那天在拍卖行叶白哥哥拍下的那幅肯尼尔的画。那画不是已经送回家里去了吗？苏小姐去哪儿取啊？我就知道，那取礼物什么的都是借口。他肯定啊，是因为改变不了乡下人的劣根性，睡懒觉，所以才导致迟到的。而且拿我哥的钱给奶奶买礼物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还是我们茵茵姐有诚意。傅新月，你要再敢说你嫂子坏话，给我滚出去！我不说就是了，生那么大气干什么？茵茵姐，
今天简神医真的会来吗？他可是我的偶像。那等他来了，你能不能做个人情，让我跟他合照一张？我要是把跟他的合照发朋友圈，朋友圈一定会爆炸的。好，没问题啊。花了足足50个亿请来的人，要不合照，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妈咪来啦！妈咪，你的东西就是这幅画吗？是啊，这是妈咪给太奶奶送的生日图。苏沫然，你知道茵茵姐送给奶奶的画是什么吗？是易大师的永乐图。像你这坎尼尔的画，跟他比起来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。什么档次不档次？只要是冉冉送我的东西，我都喜欢。奶奶，首先祝您福寿安康，天伦永享。其次，谁说我这幅画是肯尼尔的？我上次亲眼看到你在拍卖会拍下了这幅画，你还想否认不成？我是在拍卖行拍下了肯尼尔的画，但我自己留着看不行吗？自己看？不是，你一个乡下人看得懂吗？冉冉说的这幅画不是拍卖行拍的吗？别开口闭口乡下人，冉冉现在是我傅家的人，你是瞧不起冉冉，还是看不起我傅家呀？啊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一时心直口快了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就是啊，奶奶，您别忘了，茵茵姐今天可是为您请了简神医来呢。就是请来了佛祖，对我孙媳妇说话也得客气点。奶奶，既然您已经收下了易大师的永乐图，想必你应该知道易大师最著名的作品是什么吧？刚刚我们还在说呢，易大师的百灵鸟，那才叫一个绝妙。可惜我也只是听说，没见过真迹。奶奶，现在您就见到了。你快看，这到底是真迹吗？这是真迹，这没见过。这是易大师的百灵鸟真迹，正是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刚才叶白哥哥还在说，这幅画早就被国外的一名富商给买走了，早就不在市场流通了。你怎么可能买得到这幅？谁说这幅画是我买的？是别人送我的不行吗？苏沫然，你还真是个笑话。别人为什么好端端的送你画？就你这种人，你连见富商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看你这画，绝对就是地摊上买的仿品。谁不知道奶奶这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字画，还练就一身见画的好能力。是真是假？让奶奶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我来看看。没错，这是易大师的画，这手笔就是出自易大师，这的确是易大师的代表作《百灵鸟》。怎么会这样？冉冉，这画你到底从哪来？我说过了，是别人送我的。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送你画？苏沫然，你该不会是出卖肉体了吧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打你？你无凭无据污蔑别人出卖肉体，怎么，冯小姐是经常做这种事吗？茵茵姐说的也不无可能啊。谁都知道这幅画是被一个富商给买去了，无缘无故的，人家凭什么把画送给你啊？说不定就是你做了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。你为什么打我呀？我这巴掌早就想抽你脸上。冯茵茵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干脆别姓傅，去姓冯吧。傅家出不了你这步。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寿宴，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妈，都怪他，是他先动的手。哥哥也是因为他才打了我。够了，谁对谁错我都看在眼里。冉冉他没错。这幅百灵鸟有多值钱，大家都清楚。苏沫然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富商为什么把这幅画送给你？当然是因为我救了他家人的命。苏沫然，你还真是张口就来。你什么身份？还动不动就给富商救命？谁信啊？我的身份？好，我不装，摊牌了。我的身份就是你一直在等简神医。
颜悦，你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自己就是简神医，这可是我这辈子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喂，我知道你想出头，但是你能不能编一点像样的谎话呀？简神医他可是我的偶像，是医学界的奇才，你竟然敢碰瓷他！真没想到我还是你的偶像啊！我真为你这种愚蠢的粉丝感到羞耻。你还装上瘾了是吧？冉冉，你真的就是简神医？你难道不相信我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吧？奶奶的病本来就要先调养才能治疗呀。苏墨然，别在这儿装了，真正的简神医马上就要到了。如果他看到有人冒充他，他肯定会很生气的。而且他今天是专程来给奶奶治病的，你想害死奶奶不成？冯茵茵，我建议你还是打电话好好问问，这简神医到底是快要到了，还是已经到了？哦，对了，还要打电话问问他的名字叫什么。好，问就问，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到底是不是简神医啊？这是谁呀？什么情况？简神医怎么还不来？傅少夫人说自己是简神医，不可能吧？这么厉害的人物，难道会这么年轻？冉冉的医术的确不错，难道他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简神医？林先生，简神医什么时候到啊？他不是已经到了吗？已经到了，我没看到啊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简神医的真名叫什么啊？他既然愿意露面，名字也没必要隐瞒了。苏墨染，他的名字叫苏墨染。苏墨染？这不是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苏墨染，你竟然敢耍我！我的武师竟然是当给这个贱人！现在你相信我就是简神医了吧？什么情况，茵茵姐？他真的是简神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茵茵姐，你去哪儿？不当简神医了吗？看来啊，冉冉真的是简神医啊！冉冉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何止是深藏不露啊，连我都不知道。你这是在怪我瞒着你吗？我怎么敢啊！简神医，你们最近研发成功的那个项目，我们公司很感兴趣，可以投资入股一下吗？简神医，我父亲是患怪病，您就给他瞧瞧吧。简神医，久仰您的大名，您可以和我们医院合作吗？各位，今天是我奶奶的寿辰，先不谈工作。是啊，大家都散了吧啊！冉冉，你给奶奶一句实话，我这病还有救吗？奶奶，您的病确实挺严重，但是我们医学实验室研发出了一个新的机器，可以为您做手术。只要您做好准备，我们可以随时进行手术。横竖啊，我都已经过了80大寿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真的是简神医吗？黑粉，别来沾边。姑姑，现在知道自己眼神不好了吧？哥，帮我求求情。我们家你嫂子说了算，我说了不算。呀，今天这么自觉呀？那可不，堂堂简神医，我高攀不起。你还在生气呢？哎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瞒你的，你一直寻找简神医，不就是为了给奶奶治病吗？我现在已经知道给奶奶治病了，就没必要亮出身份了吧？说白了，没把我当自己人呗。傅爷把你少来这套，都把人给你了，还没把你当自己人。5年前，你把我睡了，然后一声不吭就跑了，留下我把孩子辛辛苦苦抚养大。我现在看你，也准备好了随时跑路啊。可怜了我跟孩子孤苦伶仃，随时都会被抛弃。谁要跑路了？你少胡说八道！
我哪儿胡说八道了？不是你只想要维持1年的契约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说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告白呢？原来你还隐藏着身份，觉得我配不上你。行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以后一定会保持分寸。傅一白，你少装绿茶！你堂堂首富，有什么配不上我的？契约那明明是你自己定的，我只是遵守。我需要你遵守，我不让你遵守的时候，没见你不听话。不是，你这男人怎么这么无理取闹？哦，又嫌无理取闹了。果然不喜欢，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只会招来姐姐的厌烦。不是，这台词不是我的吗？今天晚上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那你就睡地上吧，不管我。他做什么？他不会来真的吧？冉冉，你愿意嫁给我？这张卡没有额度，随便花。不是，不用，你之前该给的都给了，这就不用了吧？我傅叶白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不用给我什么钱。真是个张扬的男人。要不要考虑永远当傅太太？他这是在表白吗？我同意。苏墨然，你就别装睡了。这条信息是不是你回的？啊，别闹了，困死了，睡觉。那就算你答应了。这条短信我可不会删的，你以后别想抵赖。谁抵赖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以后呢，你就别想跑了。好了，快睡吧，明天还要给奶奶做手术呢。睡觉。你睡吧，我兴奋的睡不着。有什么可兴奋的？你不懂，我已经做好了随时放你离开的准备，可你却突然对我说你要留下来。晚安，我爱你。奶奶手术很成功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太好了，奶奶病终于治好了。啊！别抱我，我还没换衣服呢。辛苦了，老婆。为人民服务嘛。苏墨染竟然真的治好了奶奶，而且还要给她补办婚礼。啊！凭什么？这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这苏墨染那个贱人，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苏墨染，5年前就不应该留下你和那个贱种，这样你们永远消失，回到叶白哥哥身边。安啊，在学校一定要乖乖听老师的话。如果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妈咪，妈咪去给你出头。妈咪，同学们不会欺负我，也不会不跟我玩。其实之前我是骗爹地的，谁让爹地不像我这么聪明，一眼就认出了妈咪。妈咪也没有你聪明，多亏了你一眼就认出了妈咪。苏墨染，你们去死吧！妈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今天我们不去幼儿园了，我们回家。这辆车一看就是冲我和安安来的。
抓到凶手之前，必须保证安的安全。走。没什么。哎，少夫人，您没有送小小姐去学校吗？我跟安应该是被人盯上了。刚才送她去学校，路上有一辆车明显是撞向我们的。在找到凶手之前，安就先不去学校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是什么车？我立刻去调查。不用，我已经找人调查了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傅爷让我查的资料，是关于5年前您和小小姐的。可以给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竟然真的是冯茵茵做的。她买通了医生，抱走了孩子，把孩子丢到了傅家。没错，不查不知道，这个冯小姐5年前竟然做出了这种事，真是个心机叵测的女人。我想，我知道刚才做这个事的人是谁。您的意思是，您和小小姐差点出事，也是冯小姐做的？你先看好安安，我去解决。这么大的事，必须立即告诉傅爷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们要钱是不是？你们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们。我求求你们，千万别伤害我。怎么，你也知道怕？你是苏墨染。苏墨染，你这么做，叶白哥哥知道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冯茵茵，5年前是你买通医生，抱走了我的孩子，告诉我孩子死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都现在了还要装我？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还能因为什么？当年睡叶白哥哥的人本应该是我，居然让你占了便宜，还让你怀了孕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母凭子贵？我当时也是年轻，一时心软，看在叶白哥哥的份上才放过那孩子一马。我真后悔，当时就应该直接掐死。所以你当时没有下手，你就在幼儿园门口开车撞向我和安安，是吗？这么可察的事情，有没有其他人凭这些？冯茵茵，惹我，你算惹错人了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，你不珍惜。苏墨染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千万别乱来。5年前抱走我的孩子，5年后又给我的孩子下毒，还设计绑架我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想把我和孩子一起撞死。冯茵茵，你真是作死，就不会死，就不会死！苏墨染，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冯家大小姐，我出了事，冯家肯定会调查到底。到时候不仅你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，就连你的女儿、你的直系3代都会受牵连。你觉得我会怕吗？也不是一直想知道，上次你派人绑架我，我为什么可以全身而退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国际上有个组织，名为暗影？你是暗影组织的人？不，就是暗影。什么？你是暗影组织的头目？这么惊讶做什么？我们这个组织只做一些惩恶扬善的事，解决一些恶人的手段，非常娴熟，不会留下一丝痕迹。苏墨染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和安安了，我也不会肖想叶白哥哥了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现在求我，晚了。苏墨染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：5年前，我知道是谁给你下的药。少夫人和冯小姐就在这里面。傅少，我看您是老大的丈夫，才让您过来的。我们老大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。你怎么来了？傅少的人追踪到了这里，我看他和您的关系，我就没有硬拦。好吧，没事。
反正他也不希望我对他隐瞒什么。月白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！苏墨然他废了我的双腿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比起要你的命，让你在轮椅上过一辈子，好像更有意思。不然你以为我不想要你的命？你就是个恶魔！月白哥哥，你看到没有？苏墨然他就是个恶魔！你确定要留他一命？你想杀了我？月白哥哥，我们两家可是世交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留着也行，冯家那边我去解决，他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找你一丝麻烦。不愧是老大的男人，做事风格和老大一模一样。好，那善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我还有事得去做。这房子本来就是我妈妈，你们霸占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还。苏墨然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好歹也是你父亲，你竟然要把我扫地出门！父亲，你配吗？真没想到5年前，竟然是你给我下的毒。为了败坏我名声，把我赶到乡下，真是煞费苦心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？什么时候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以后在京城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，否则，冯茵茵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听说王小姐被人打断了双腿，冯家人将她扔到了山里，自生自灭。难不成是苏墨然做的？我不想变成残废啊！他敢！看我看你！建军，咱还是别惹他了。冯家那么大的势力，惹了他都没有好结果，咱们又能落个什么好处啊？好，苏墨然，我答应你，我永远离开京师，行了吧？妈咪，忙完了吗？忙完该去跳婚纱了。这才是我的家人，刚刚的算什么家人？忙完了，走吧。走了。아침에 눈을 뜨면 제일 먼저 생각이 나 생각이 나妈咪穿所有婚纱都好看，穿这件是最好看的。难怪都说女人穿婚纱的时候最好看。冉冉，你穿婚纱的样子也太美了。没有什么用，光婚纱就够我室累了，办婚礼肯定会更累。早知道不办了。爹地说，婚礼是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感，妈咪可不要小心哦。妈咪知道了啦。婚礼当天只会宴请一些亲朋好友，不会邀请京师的名门，所以不会很累的。放心好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婚礼终于结束了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感。你们男人不都是不喜欢这种无聊的游戏吗？怎么，你一点也不嫌累？因为我娶的是我最心爱的女人。走吧，我们去生2胎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不要！